我们一直讲，中国在国际上面已经没盟友了，连那种铁杆兄弟都一个个离他而去。而且中国人民现在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你看到这一起在贝加尔湖的车祸，很悲伤，有中国人民因此这样死亡。结果这应该是，如果是中国人，应该非常气啊！就他们竟然说什么，死在俄爹的领土值。我心想，现在跟俄国已经叫到那种剑拔弩张，有冲突了吗？正好我们讲中俄关系呢，这种假面兄弟的情谊啊，已经大翻车，就跟这一台车一模一样。真的翻了呢？因为第一件事情，他呢是在前去贝加尔湖游玩的时候呢，竟然发生这样的意外。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它其实有人祸的成分在里面。第一，它根本走的不是正常的商业路线。你仔细看，这哪像什么马路？就莫名其妙滑溜溜的一个冰，所以也难怪它会翻覆。在第二件事情呢，这个是一个无照驾驶。换言之，他们连俄罗斯当地到底有没有观光资格、有没有导游资格，我们都别谈了。他连驾照都没有。所以才会翻车，这是死亡列车了吧？这41岁的这个司机无照哦，所以他说现在人已经被拘留了。但我要跟各位讲个秘辛，因为贝加尔湖中国你知道这边有干嘛吗？他们有盖水厂，对，矿泉水瓶的水厂，对，所以呢导致说呢掠夺他们的天然资源，当地的俄罗斯人对他们本来就很不爽，所以你知道吗？出了这种意外之后呢，反而把两边这种情绪都给翻覆起来。因为中国游客一个人75岁的女性。就这样死亡，然后总共有4名人士受伤，所以你知道吗？发生这种事情之后，中国游客开始在讲，当地人、中国人说，你看听从党的忽悠，安全的日本不去，要去党的，来这个关键词，二爹孝敬。他说你把俄罗斯当你爹啊？对，以前都在讲说你台湾人把美国人当爸爸，不对，那中国人的爸爸就是俄罗斯，用生命做出献祭，或者是讲这么难听，酸你说你活该啊。党叫你去玩你就去玩，那你现在去玩了吧？出事了吧？你刚好是用你生命付出代价，而且你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独个案活必该，免签也值了，全死在那边吧，别回来。贝加尔湖这个称呼真让人感到心酸，能死在俄罗斯爷爷的领土上值了。75岁上有俄式情怀吧？为什么想到俄国去？我想到20我就不想去。来，各位，这都不是我们其他台湾人或美国人在臭酸，都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有意见。但你看这是中国官方的态度。这是驻伊尔库兹克他的一个领馆，他说因为发生了一个交通意外有游客呢在没有开放的冰面路上行驶翻覆，导致中国公民身亡。所以你看验证这是违法的路线，违法的导游。对，后来呢第一时间取得联系之后呢，协调志愿者把他送到相关的医疗机构来。后来跟你讲说，严禁穿越冰面，上冰小心。然后呢，要选择服务资质，拒绝非法营运车辆，做好保暖，做好保暖。然后呢，关注天气预报，紧急状况报警。所以，照我问你，他有没有谴责说俄罗斯？没有，所以他根本连我们讲的一声都不敢吭。就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出现这种状况？因为不去日本之后发生大灾难。所以你想想看去到俄罗斯要干嘛呢？他就跟你讲说最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要讲手机，不要讲说被坑钱，我们就订饭店就好了。就他说他去订饭店之后，一走进去那个门外，他说发现第一个俄罗斯人呢都有个高冷，然后呢饭店连续去2个你知道吗？看到中国人连拉近都不想近，真的假的？就歧视他。他有钱赚，他不赚。对，他就瞧不起中国人。对，因为我们讲俄罗斯人他有他自己的骄傲嘛，他就跟你讲说我不要接你这个客人，然后要不然就是这样大眼瞪小眼，你看我看你，然后那种充满歧视的。好，那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就想说那我不要自己订，我找留学生帮我订可不可以？就他们就找当地的俄罗斯的留学生帮我们订完之后，就去到这个饭店呢。来，你仔细看那个饭店员工的表情，他先看到他，然后开始对他们破口大骂，就跟他们讲说 no room no room。然后因为俄罗斯人他们去那边有很大的问题除了圣彼得堡之外，全部基本上都不会讲英文。对，他也不屑跟你讲英文，所以根本没法沟通。然后他就冷眼的看了旁边的他的这个员工一眼，然后就是一副说臭中国人，就那种表情，然后就把他轰出去门外。后来发现说，确实是这个中国人，他同一间连锁饭店他搞错间了。但是呢，这沟通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整个俄罗斯人呢对他们态度，而去到俄罗斯呢，只是找自己的爹爹找吸收。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